看着终点那一抹清俊挺拔的身影，魏无羡轻轻呼出一口气，狠狠一咬牙，一口气跑到了第一，立马超过了第一名20多米，越来越近了，离蓝湛越来越近了，再坚持一下，距离终点越来越近，那一抹身影越来越清晰，魏无羡却感觉自己好像离那个人越来越远了，也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，只知道掉入了一抹檀香的怀抱里，是他安心的味道。魏无羡的脸色发红，呼吸都有些灼热。蓝忘机抱着魏无羡，那人的身体也很热，蓝忘机都不敢使劲抱，语气有些不自然道：“魏婴，你怎么样？”他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，也不想知道别人的欢呼声和讨论声，只是把脸深深地埋在蓝忘机怀里，小声道：“蓝湛，我发情期。”蓝忘机一愣，连忙把自己身上的校服脱了下来，盖在了魏无羡的头上，道：“去哪？”魏无羡盖着蓝忘机的校服，闻着属于蓝忘机味道，腿脚更软了，小声道：“去卫生间。”蓝忘机就拉着魏无羡准备离开。魏无羡拉着蓝忘机的手，语气都有些软：“我腿软，走不动。”蓝忘机脸色微微一僵，说：“我背你去。”魏无羡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要，你抱着我去。”蓝忘机犹豫了一下，隐隐约约闻到了淡淡的玫瑰香，蓝忘机就俯下身子把魏无羡抱了起来。少年清瘦，体重也轻，蓝忘机轻而易举的就抱了起来。魏无羡把脸埋在蓝忘机怀里，微微的闭上了眼睛。蓝忘机扫了一眼四周，发现周围乱哄哄的，倒也没有多少人注意他们。蓝忘机看着怀里的魏无羡，转身离开。蓝忘机抱着魏无羡就往宿舍跑，为了不让怀中那浓郁的玫瑰香往四周扩散，蓝忘机只能用自己的信息素压着。魏无羡轻轻地喘着气，脸上带着不正常的红，头发早已经被汗湿，平常粉嫩的唇也因为发情期被魏无羡自己咬得嫣红。蓝忘机看了一下，就转移了目光。要不是蓝忘机的校服盖着魏无羡的脸，别人估计早就发现了魏无羡是一个 omega 了。魏无羡觉得自己浑身难受，黏腻腻一点都不舒服，紧紧咬着牙不让自己哼出声。还好这个时候宿舍里面没有一个人，蓝忘机把魏无羡放在床上，盖上薄被，轻轻喘了一口气说道：“魏婴，你等我一下。”说完便去魏无羡的抽屉里把抑制剂拿了出来，然后用酒精消了消毒，才往魏无羡胳膊上扎了进去。不知道是魏无羡分化的晚还是怎么样，蓝忘机忽然发现这支抑制剂好像不太管用，魏无羡的症状并没有好转，似乎看起来更难受了。魏无羡难受地哼了一声，蓝忘机没有办法，只能去卫生间里打了一盆凉水，然后用毛巾沾湿仔细地给魏无羡擦了擦额头上的汗。鼻尖的玫瑰香越来越严重，蓝忘机轻轻缓了一口气，抑制剂没有用的话，只能用 alpha 的信息素来缓解了，不然这个 omega 会被发情热折腾得很难受。魏无羡闻着空气中已经快要消失不见的清冷檀香，难受地皱了皱眉毛，喊了一声：“蓝湛。”蓝忘机轻轻了一声。魏无羡挣扎着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微微睁开湿漉漉的眼睛，看着自己床边的少年。少年好看俊秀的眉毛也是微微皱了起来，似乎在考虑着什么。他哑着声音又喊了一声：“蓝湛。”蓝忘机又了一声。魏无羡问道：“抑制剂不管用了，对吗？”蓝忘机点了点头。空气中香浓又馥郁的玫瑰香越来越浓，就连魏无羡都闻到了自己的信息素的味道，不用想蓝忘机肯定闻到了。要是换做别的 alpha， 估计早就忍不住把这一支 omega 给标记了，但是蓝忘机却是无动于衷，忍住了。魏无羡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感动的，毕竟蓝忘机没有动他，还把他抱回宿舍给他打抑制剂，虽然不管用，但是魏无羡还是感觉心里暖烘烘的。只不过发情热让他现在感觉浑身难受，整个脑袋都是晕乎乎的，毕竟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少年，遇到这样的事情难免会害怕。魏无羡的声音都多多少少带了些哭腔：“怎么办？蓝湛，那我是不是要被难受死了？”蓝忘机看了一眼魏无羡，忽然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神色带着一些紧张，还有一丝不安，说道：“给你看的书，是不是没有看进去？”魏无羡还是有些愣，没反应过来蓝忘机说的什么。蓝忘机伸出手摸着魏无羡的脖子后面还没完全发育好的腺体，说道：“抑制剂不管用多话，
就得是 Alpha 的信息素了。魏无羡浑身最脆弱的地方被碰，轻轻地抖了一下，听到蓝忘机说的这句话，也不知道懂没懂意思，就嗯了一声。蓝忘机知道魏无羡现在是被搞得迷迷糊糊的，也知道他没有懂自己什么意思，又很耐心地重复了一遍，所以，魏婴，你是要被临时标记的，懂吗？魏无羡没吭声，但是脸色已经越来越红，都已经难受的连话都不想说了。蓝忘机没有办法，不能这样见死不救，但是他又不可能就随随便便的把魏婴标记了，这是对一个 Omega 的不负责。蓝忘机正在出神，魏无羡看了看蓝忘机，然后拽着蓝忘机的袖子，小声道：“那蓝湛，帮个忙吧，你咬我一口。”蓝忘机，魏无羡勉强的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反正我们都这么熟了，你就帮我一个忙吧。”蓝忘机深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魏婴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”魏无羡点了点头。蓝忘机嘴唇紧紧的抿着，然后把魏无羡的头靠在自己的肩膀上，这样的姿势让 Omega 的腺体完完全全的暴露在 Alpha 的视线里。魏无羡在蓝忘机肩膀上眯着眼睛。蓝忘机轻声道：“可能有些疼。”说完，还没等魏无羡说什么，蓝忘机就对着那脆弱的腺体咬了下去。魏无羡眼泪都出来了，清冷的檀香刹那间就把空中浓郁的玫瑰香给压住了。魏无羡双眼有些失神，不知道临时标记过了多久，等蓝忘机标记完了之后，魏无羡已经在他肩膀上睡着了。蓝忘机看着已经染上自己信息素味道的魏无羡，微微垂着眼睫，遮住了眼底的情绪。由于魏无羡睡得太沉，那双平常明亮的桃花眼现在紧紧地闭着，纤长的睫毛就像蝶羽一般。蓝忘机看了一会，就给魏无羡盖好了棉被，就出去找老师请了假。但是学校正在举办运动会，班主任肯定都在外面忙，找的话肯定不好找，于是蓝忘机就去办公室找了蓝启仁。蓝启仁是蓝忘机的叔父，其实这个学校就是蓝忘机他们家的，只不过蓝忘机不想对外面说，就安安静静的上课就好。蓝启仁一看见蓝忘机出现在办公室里，还有些意外，道：“忘机，你怎么来了？”他的这个侄子平常一般都不会往办公室里来，除了那交作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来了，肯定有些事。蓝忘机道：“叔父。”蓝启仁道：“你这个时候来，肯定有什么事。”蓝忘机说：“我室友生病了，我来找您请个假。然后有劳叔父转告一下我们班主任。”